很多生活中的精彩都是在不经意之间所创造的。就像这家专卖台南虱目鱼的老店，就让许多的观光客慕名造访。其中这个鱼盖饭呢，就是一个美丽的意外。当年老板娘为了想节省自己吃饭的时间，就把白饭和鱼肉放在一起混着吃，结果被客人看到了，客人说看起来好好吃哦，也想试试看。没想到铺满成堆鱼肉的盖饭从此大受欢迎，不但成为老店的招牌，还红到日本和韩国呢。滚烫热锅在清晨低温下更显诱人。林家人做虱目鱼得跟太阳比早起。基本上一箱标准的话是差不多29到31是标准。我们来的话是额外就是像尾巴或是鱼鳍、鱼头这边，然后还有肚子这部分，在机器比较重，容易伤手啦。像我自己在烤就手会麻会痛。从国小的时候就开始在店里帮忙，就是国小下课啊，放假就在店里帮忙收碗啊、洗碗啊。爸爸就算一天100块啊，小时候不懂啊，100块就觉得很多了，很开心啊。熟练厨灵的林松德是兄弟党的老幺，他一肚子虱目鱼精可多了。虱目鱼怕冷，它就会容易沉到比较池底，池底就比较容易会有土味，因为池底就有脏东西啊，有土啊，所以冬天的鱼比较容易会有一些味道。我们只要鱼有味道或是不好吃，我们基本上就是宁愿不卖，就是直接休息。因为虱目鱼浑身都是宝，鱼不好就不卖，是老爸的铁律。我自己摸手都要摸手2个月了，要拔到这么干净的，是摸手了2个月才知道要领在哪里啊。鱼肚挑刺很吃经验手感，这一手老板林瑞峰自己来。它这个有轮状啊，这个一轮一轮就有一只刺啊。要拔干净的话，就是尾巴这边要有一块肉，这就是没有断，没有看到这块肉哈，就是断掉了，就是还要再拔。吃我都可能不会了，我很认真在拔。那种眼里容不下一根刺的专注，是他数十年军职养成的一丝不苟。因为当兵的时候，长官也会定啊。回来这里是刚开始，爸爸会定啊，我会要求自己比较严格一点啊，因为每一样东西都要从头来学啦。回来的时候也是从头摸手，跟爸爸妈妈的磨合期也是差不多一年多。这段时间还会想回去当兵啊。说起来，光是要对得起招牌上的无刺，就有很多跟上一代的磨合。疫情也到了嘛，年龄有人也舍不得他们再继续做啊。爸爸妈妈没有，也是说你干他麻烦啦，我人可以吃的就好啊，就让他慢慢来见。子弹汤哦，好，水还贵吼，放心啊。要几个度？无刺鱼肚下锅了，但有点好奇，因为这里的虱目鱼卤法真的不太一样。像我们这样切开下去煮，差不多平均差不多1分钟左右就起来了。这样肉比较好吃，比较甜。鲜香老卤，沸腾美味，不到3两下鱼肚就捞起。原以为鱼肉要久卤才能入味呢。确定它有熟？可以了。我在。一个鱼肚盖饭、鱼肉盖饭，鱼肠不跟你算哦，不一定会有。鱼头大概5到10分钟左右，然后要看它的头后脑槽那边有没有凸起来，凸起来就代表它熟了。它煮的时候，如果它熟了，它这边会凸起来。你看这样，这颗就凸很大。前台送餐两头跑的是二哥林松林，他从小跟在老爸身边摸鱼长大，也曾在外闯游荡过。想说也尝试过业务了，好像不太适合自己。刚好家里也很忙，对吧？想说回来帮忙也可以。把他们都是5点就要起床了。100块是从弟弟那个时候，我们可能以前我们更小的时候，一天才50块吧。
忙碌餐期只能抽空扒饭，一家人轮流吃饭的日常，也让招牌鱼肉盖饭默默诞生。有时候忙到中午都没吃，那个老婆为了节省时间，就这样放在白饭跟鱼肉放一起吃啊。客人看我们在吃，他都说好吃啊，他们也要这样吃啊。哎呀，组合在一起，有时候上班组合比较方便的。150、250、290、305哈。内用3位请进。10号有没有？别看现在人潮络绎不绝，当年长辈南部起家，林瑞丰一路走来也是跌跌撞撞。那时候傻傻的，我记得是爸爸跟他说，刀子掉下去，手要过去伸，把它接起来，不能让刀子掉了，刀子会坏掉。小时候家里是卖生鱼，搬到台北的时候才开始做这种虱目鱼粥。我以前阿嬷在煮都是放糖，没有放味素的，没放盐巴，就只有糖。老婆就给他稍微改正一下。以前是没有鱼皮呀，爸爸的时候没有用鱼皮，客人在反映说要吃鱼皮，我说好啊。没有辣酱，够不够？够。起锅前半勺辣椒，1勺卤汁，逼出的香辣堪称一绝。不过一家人共事的直来直往，又是另一种辣场面了。34号这个谁做的东西嘞？刚磨完刀，只见林瑞丰停手，脸色一沉，又为哪件事呢？给他一个鱼肚便当，快点。啊，刚刚那一个阿妙啦，33、34一起的。有时候会做哦。有时候一天做错好几次，我们都是心直口快啊，没有恶意啊，因为都是对这件事做了，不是说对人啊。哎呀，这件事情不对就不对，对，就是要讲才会记得。说到底，一家人哪有隔夜仇？本来嘛，老爸把经验传给儿子，应该上手很快。也是一样会磨合啊，因为有时候他们的意见跟我意见不合啊。他们是讲究比较，比较好看，比较客人比较会容易接。然后我们是老一辈的嘛，就是说快速给客人吃就好了。有时候2个也是会吵架。但老店传到第3代，新时代总想要有改变。内用请拿菜单哈，里面坐。拿好了，需要。好，里面请坐，我会过去收哈。我来跟你收50哦。来收500哦，因为没办法，因为我们空间太小，我们就比较偏向客人的安全，就请他坐着，我们去收单就好了。包括他们可能以前就是人来了就做，人来了做，就是没有什么比较少先后顺序，然后也被客人念过。看没有？我先拿给客人。那全部都有，帮你点够了哈。对客人不能怠慢是祖传的待客之道，有很多东西也是一吃见真章。Hello。嗨，对，嗨。现在老店也有了第4代了。后来知道一尾虱目鱼传承的不止美味坚持，还有一家人在卤锅里熬出的和谐相处之道。